全村划入洪水淹没区，每家赔几十万，整村搬到镇上安置点。陈建设拿我家宅基地比村里高出5米当借口，把我从名单上踢了出去。我没吵没闹，转身在院子里铺了40公分厚的双层钢筋 C60高标号混凝土。全村见了都笑我修了个坦克基地。直到3天后特大洪水吞没一切，当初看我笑话的那些人全泡在飘满树枝的洪水里，冻得直打哆嗦。陈建设和王二狗还想强行登岛抢物资，却没想到我早布下的高强度不锈钢防护网把他们死死拦在外面。小上岸登岛，一次5000，喝口纯净水，扫码500。全体村民注意了，征签补齐方案正式下达，每人80万，整整齐齐打到卡上。小敏正在厨房烧饭，听见广播愣了一下，锅铲差点掉地上。她转过头看我，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远子听见了吗？80万，咱爸的债能还清了，小何进城上学的学费也有着落了。再等等看名单。村委大院挤满了人，王海洋挤在最前面，拿手机对着名单拍了张照片，笑得嘴咧到耳朵根。4口人320万，我跟你说，这钱一到手，我立马换车。李铁柱在旁边掰手指头算，我家3口240万，先还房贷，剩下的给我闺女攒嫁妆。刘小虎不知道什么时候挤到我旁边，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元哥，你家3口人也是240万到手，今晚悦来饭店你不摆2桌说不过去吧？你先看看名单上有没有我。我转身走进村长办公室。陈建设，文远家呢？我家2层洋楼2亩宅基地，凭什么名单上没我？陈建设手里端着个不锈钢保温杯，杯盖上还冒着热气。他嘬了一口茶水，把茶叶沫子吐回杯子里。文远啊，你家情况特殊，你家那块地海拔比村里平均高出5.5米，地质报告写的明明白白，那叫天然高岗。天然高岗不在淹没红线之内，也就是说水淹不到你家房梁，你家不算拆迁户，1分钱补偿没有。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那些刚才还在算自己家能拿多少钱的人开始往我这边看。你看看周围，洪水一发，四周全是3米深的水，我那就是个孤立无援的坟场。路断了，电掐了，你让我全家在孤岛上当野人，那是你的困难。陈建设把保温杯往窗台上一搁，脸上的笑容彻底收干净了。别在我跟前唧唧歪歪。王二狗叼着根牙签站在门口。兄弟，这运气真是没谁了，全村都发财，就你家步步不高升。以后咱们搬走了，这旧村就是你一个人的。等哪天我发慈悲回来钓鱼，你记得给我留个停车位。我没理他，转过身看着陈建设那张堆满了公事公办表情的脸，他也在看我，嘴角还挂着刚才那副假笑没来得及收干净的残余，像一块没擦干净的油渍。文远，别怪叔，谁让你家那地界占了全村最高点呢？他把保温杯端起来，吹了吹杯口的热气，眼睛从杯沿上方看着我。你要是早点把你家后面那块果园让给我亲戚搞开发，我也许能帮你争取个名额。现在嘛，你守着你的高地等死吧。陈建设，既然你说我家是避险高地，不算拆迁，那从现在起，我怎么折腾这块地，你也没权利管了吧？陈建设愣了一下，他大概没料到我被当众羞辱之后没吵没闹，反而问了这么一句话。随后他笑得肆无忌惮：“哈哈，随你便，你就算在上面修个碉堡，只要别找村里要钱，没人管你。”回到家后，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很久没拨过的号码。赵哥，我是文远，地我不租了，违约金我赔，但剩下的租金你先得退给我。对，全退，急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租赵哥家地种大棚蔬菜已经3年了，租金1年一交，年初刚交过全年的，现在毁约，等于10几万打了水漂。文远，你拿不到拆迁款，受刺激了，这时候把钱全抽回去，你拿什么活？我想修个东西，我蹲下来，用手指在黄土上画了一个方框，前院、后院、老宅的地基、围墙的位置。陈建设、王二狗，你们想看我溺死在孤岛上，那我就把这儿修成你们高攀不起的活命船。施工队进场那天，全村都来围观了。挖掘机的履带压过村道的泥路，工人们扛着钢筋和模板往院子里走，电焊机、切割机、震导棒摆了一地。我在院门口拉了条警戒线，线外头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母亲站在堂屋门口，看着院子里堆成小山的钢筋和水泥，手攥着围裙下摆，指节发白。远子，你真疯了！家里就剩这么点救命钱了，你不留着买米买面，请这些推土机进厂干啥呀？咱们以后日子不过了。妈，
这钱留着买米，水一来也得发霉。只要这水泥打下去，咱们的命就保住了。您进屋，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他站在门口没动，攥着围裙的手松了又紧，紧了又松，最后转身进了屋。他的背影微微佝偻着，围裙下摆被风吹起来一角，又落下去。王二狗开着他的破皮卡从村道上经过，看见这阵仗，把车停在警戒线外头，头伸出车窗看了半天。文老板大手笔啊！这是要在院子里挖井自尽，还是想修个游泳池，等洪水来了好练习潜水？王二狗，我看你那车底盘挺高，就是不知道在3米深的水里能漂多久。你最好现在去买几个救生圈扒车顶上。围观的人轰地笑了，王二狗脸色一黑，开着破皮卡走了。施工到第9天，混凝土养护进入关键期。赵经理站在院子中央，叉着腰看那片泛着光泽的橙色地面，摇了摇头。文老板，我干了20年基建，没见过这么修院子的。你家这院子不到200平，光这水泥地就要砸进去30来万，有这钱去镇上付个首付买楼不好吗？杨经理，我要求的是绝对承重。这块地不仅要防洪水长年累月的冲刷，还得能承受10吨以上的重型机械。金刚砂耐磨层给我铺2遍，颜色要最亮的工业橙。我要在卫星云图上都能一眼瞧见这儿。你要听什么啊？我要停的是命，是命，能不能干？不能干我换人。能干，有钱怎么不能干？施工到第13天，混凝土养护快结束了，陈建设来了。他不走警戒线，直接从院墙侧面绕进来，皮鞋底在橙色地面上踩出2个浅浅的印子。文员，你这是违章建筑，宅基地是让你盖房住人的，不是让你修私人飞机场的。哪条法律说不行？你想拆可以，拿到许可再来，否则谁敢动我的水泥地？行，你狂！等水一上来，路一断，我看你守着这块光秃秃的水泥地吃什么？到时候你饿死在上面，求到我头上，你看我给不给你1粒米？不劳您费心，这水一上来，谁求谁还不一定。他摔门走了，我让工人把他踩出的那2个脚印凿掉，重新补了金刚砂。混凝土养护期刚结束，陈建设又来了。这次他没走侧门，规规矩矩站在院门口，伸手敲了敲门环，语气里带着一股热乎气。文远，商量个事儿。远子，以前的事儿叔也是按政策办事，你别记仇。你看你家院子以前挂着那个红河村物资临时周转点的牌子，那个经营资质虽然挂你的名儿，但那是咱村里集体的资产，对吧？所以呢？所以你搬走的时候把那个资质证明留下来，去村委会签个转让书。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陈村长，你恐怕记性不太好，还是说你觉得我文远是傻子？这是啥？这是资质注销证明。就在1个小时前，我已经正式注销了以我个人名义申领的乡村物资经营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临时存储处资质。也就是说，这个地址现在已经没有经营转运物资的权利了。从法律上讲，这里就是一片荒地。你说啥？注销了？你疯了！那是这块地唯一的含金量，没了那个证，这儿就是个破土坡，什么物资都不能合归村方。我知道啊，但我乐意。我的证我想办就办，想注销就注销，我宁愿把它废了，也不会留给某些人吸血。你这是商业报复，你这是断了全村的财源。没有这个证，镇里的救灾物资没法在这儿挂账，直升机和货船就没法合法对接。你这是要逼死全村还没走的人吗？是逼死还没走的你吧？陈建设，你跟镇上粮油商私下签的那个保底周转协议收了不少定金吧？现在没了我这个合法资质，你不仅赚不到钱，违约金都能让你赔掉那80万补偿款。我看你怎么交货。你怎么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坏事做尽，真以为没天看？而且按照规定，同一地址注销后半年内不准再次核发同类资质，你死心吧。
文远，你个白眼狼，你给我走着瞧！我等着。陈建设摔门走了，院门砸在门框上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了好几秒。小敏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堂屋门口，围裙上还沾着洗菜的水渍。远子，注销了那个证，咱们以后真的一点进项都没有了。这洪水一发就几个月，咱们就算有水泥地，没钱买粮怎么办？我走到他面前，把他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小敏，我注销的是地面转运的商业资质，但我前天刚申请了一个东西，你看。他接过手机，低头看。屏幕上最上方是一行绿色的字：私人直升机应急救援临时起亮点备案核准通知。这个备案不要钱，但他会把咱们这个地址和坐标注入县应急管理局的救援系统。一旦洪水来了，救援力量会优先往有备案的坐标投送。方圆50里内，咱们这儿是唯一一个在系统里挂了号的合法民间救援点。洪水要来了，但这儿不再是陈建设的摇钱树，而是我文远的生命碉堡。天气预报连续3天预警，台风海燕路径西偏，预计72小时内登陆，沿海及沿河流域将出现特大洪水。镇上发了紧急通知，要求所有淹没区村庄在1周内完成撤离。红河村被列为第一批撤离对象，镇里安排了大巴车，分3批把人拉到安置点。陈建设在广播里扯着嗓子喊：大家抓紧收拾东西，值钱的带上，不值钱的别要了，安置点啥都有，带上人和存折就行。全村都在忙着搬家，卡车、面包车、3轮车一辆一辆往镇上的方向开。有人把猪圈里的猪赶到3轮车上，有人把新买的冰箱用棉被裹着往面包车里塞，有人哭着不肯走，被家里人架上了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紧张和期待的气氛，害怕洪水，但也期待那笔补偿款到账之后的新生活。我在自家院子里继续加固，院子里的防护网已经安装完了，2.2米高的不锈钢网沿着院墙围了一圈，顶部向内倾斜30度，装了防攀爬的倒刺滚网，16根立柱每根都嵌入混凝土60公分，底部焊了10字加强筋，用膨胀螺栓与水泥地固定，网面拉了横向加进筋，每隔30公分一道，保证整体受力均匀。正门的小门宽80公分，刚好够一个人侧身进出。门锁是顶级防撬锁，混凝土养护期还没完全结束，但强度已经足够支撑直升机降落。C60混凝土7天强度可以达到设计值的70%，10天可以到85%。我提前让赵哥加了早强剂，养护进度比标准快了不少。我在院子中央用白色油漆画了一个直径15米的圆圈，中间写了一个大大的 H， 停机坪标识。油漆是反光的，晚上打手电能看见。物资全部到位，发电机2台，备了5天的柴油，净水器装好了，在院子西南角搭了个简易棚子遮雨，卫星电话充好电，信号测试正常。急救包放在防潮箱里，防寒毯用真空袋抽了气，节省空间。压缩饼干和罐装食品堆在主屋一角，按保质期排好顺序。无人机首飞测试完成，带夜视摄像头，图传距离5公里，满电续航40分钟。我备了4块电池，加上发电机，可以循环充电。做完这些，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站在院子中央，环顾四周。橙色水泥地在夕阳下泛着金属一样的光泽，像一块巨大的铜镜。防护网在晚风里轻轻震动，发出极低微的嗡鸣。远处的村庄正在一点点变空，灯一盏一盏熄灭，狗叫声越来越稀疏，拖拉机的声音也越来越远。刘小虎走之前来敲过我家的门，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站在院门口。元哥，我明天就跟车走了。我妈身体不好，不能等了。这是我家里剩的几袋米面，你留着吧。万一水来了，你一时半会儿出不去，好歹有口吃的。我让他进来，给他倒了杯水。他端着杯子坐在院子的台阶上，看着那片橙色水泥地，发了半天呆。你到底是咋想的？全世界都在跑，就你一个人往死里修，你就不怕？怕什么？怕水不来。水不来最好，水来了呢，我这就是全村唯一跑不掉的地方。他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喝完水就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走远，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村道的拐弯处。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我视线的邻居。此后整个村子就剩我一家3口，还有远处村委楼里亮着的最后一盏灯，陈建设的灯。他也没走。洪水是凌晨4点03分到的，比预报提前了整整半天。我是被地基传来的震动弄醒的，那种震动和地震不一样，地震是横向的摇晃，而这个是从地底下往上顶的闷响，像有1000万吨的重物正在远处缓缓碾过大地。我翻身下床，光着脚踩在冰凉的砖地上，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窜到天灵盖。我冲到院子里，天还黑着，什么都看不见，但能听见一种低沉的
持续的像是几百列火车同时鸣笛的轰鸣从下游方向传来，空气中弥漫着泥浆和断裂的草木混合在一起的腥味。我打开强光手电往村口方向照过去，光柱打出去不到50米就被黑暗吞了。但就在这50米的距离内，我看见了一样东西，一面黑色的移动的墙。那面墙在快速往这边推进，速度比人跑得还快。它推倒了沿途的篱笆、垃圾堆、废弃的3轮车，那些东西在它面前轻得像纸片一样翻卷进去，消失不见。妈，小米穿鞋，带上小何上院子！我吼出来的声音连自己都觉得陌生，像是被人掐着喉咙挤出来的。我转身冲回屋里，一把抱起还在睡觉的小何，另一只手拽着小敏的胳膊。母亲已经醒了，正哆哆嗦嗦地往脚上套鞋。小敏冲过去，架起母亲的胳膊，半搀半拖地往外跑。母亲在发抖，小何被我抱在怀里，脸埋在我肩膀上，手指死死地攥着我的衣领。小敏站在我身边，呼吸急促，但眼神很亮。她在看水，看那道黑色的线一点一点往院子里逼近。水位在5分钟内涨到了1米，然后是1.5米，然后是2米。我们的院墙有1.8米高，水漫过院墙的时候，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响，像是成千上万个人同时往锅里倒油，滋滋的，夹杂着气泡破裂的噼啪声。院墙外面的老槐树被水淹到树冠，只剩最顶上的几根枝丫还露在外面，上面挂着一只不知道从哪里冲过来的塑料盆。但院子里的水面纹丝不动，40公分厚的 C60混凝土承受住了2米深的洪水，地基挖了1米深，双层布筋整体浇筑，洪水冲到它的边缘，推不动，只能绕着走。我们的院子在奔涌的洪水中像一块钉进水面的礁石，周围波涛汹涌，它岿然不动。防护网起到了关键作用，洪水带来的杂物、树枝、门板、塑料桶在防护网外面堆积起来，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缓冲带。网面的震动传到了立柱上，但16根立柱全部嵌入混凝土，没有一根松动。天亮的时候，雨还在下。我站在院子边缘往外看，昔日繁荣的红河村已经彻底消失了，目光所及之处全是浑浊的黄色水面，水面漂浮着各种各样想象不到的东西，房梁、窗户框、塑料椅子、泡发的棉被，一个翻倒的衣柜门，几只鸡，远处的电线杆只露出最顶端的横杆，像溺亡者伸出水面的手指。空气中弥漫着柴油、泥土和死亡的混合气味。小敏站在我身边，手里抱着用防水布裹好的应急物资。母亲坐在院子中央的水泥地上，身上裹着防寒毯。小何挤在她怀里，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没人说话。我拿起望远镜往远处看，下游方向隐约能看到几个黑点在移动，是人的脑袋。有人爬上了屋顶，有人抱着漂浮的木头，有人在齐胸深的水里艰难地往前趟。水面上飘满了折断的树枝、碎裂的家具、泡发的衣被，偶尔能看到1-2只活物。一只狗蹲在一个漂浮的床垫上，对着天空狂吠。几只鸭子被水冲得东倒西歪，还在试图往上游滑。我走进主屋，把皮划艇从墙边拖出来。这艘皮划艇是赵哥临走前帮我弄的，顶退役物资，加固了气舱，防水隔层，完好无损。他把它从后备箱里搬出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个不是新的，但保证不漏气，用的时候别逞能，能救几个救几个，救不了的别多想。我把皮划艇拖到防护网的小门旁边，拿起船桨，回头看了一眼小敏。我去接人。小敏看着我，眼睛里的担心和骄傲搅在一起，但她只说了一句话：注意安全，我在这儿守着。第一个接到的人是刘叔，老爷子67岁了。刘小虎走之前跪在地上求了他3天，他就是不肯跟着去安置点。他家的房子在村东头，地势比周围低将近1米，水一来最先淹到。我划过去的时候，他坐在自己家的屋顶上，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本老相册。刘叔，把手给我。他看看我，又看看下面的水，水已经漫过了房檐，屋顶的瓦片正在一片一片往下掉。文远，你咋没走？回头再说，先上船，把手给我。他颤颤巍巍地往前挪，屁股底下的瓦片咔嚓一声碎了，脚下一滑，整个人往水里栽过去。我一把薅住他的衣领，硬生生把他拽了回来。皮划艇剧烈晃动了一下，我死死地抵住船桨，才没让他翻过去。他还想去捞那个塑料袋，但塑料袋已经滑下了屋顶，掉进水里，一眨眼就不见了。相册没了可以再洗，人没了就真没了。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用袖子擦了擦脸。我不知道他擦的是雨水还是眼泪。第二个接到的是孙婶，孙婶是村里的五保户，儿子在外面打工，3年前没了音讯。他一个人住在村西边那间漏雨的老屋里，平时捡破烂卖点零花钱。陈建设从来不管他，逢年过节连个慰问都不去，村里人也当他不存在，只有小敏偶尔会送点吃的过去。我找到他的时候，他站在院子里的一张桌子上，水已经到了桌面，他的脚泡在水里，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嘴唇都紫了。他的怀里紧紧搂着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他去世丈夫的遗像。孙婶儿，上船！他抬头看见我，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又暗下去。文远啊，你走吧，我一个老不死的，不值得。别废话！我跳下水，把皮划艇固定在他家院墙上。水很凉，已经不是秋天的凉了，是那种能渗到骨头里的阴寒。我把他扶到皮划艇上，拿船桨当桨板，一路往回划。
第3个、第4个、第5个，我一趟一趟的划，一支一支的接。天快黑的时候，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已经坐了30多个人，有老人，有孩子，有妇女，有几个打工回来被困在村里的年轻人，所有人都是湿透的，所有人都在发抖，所有人的眼神都像被什么东西重击过一样茫然。小敏和母亲在院子里架起了煤气灶，烧了一大锅热水，一杯一杯的分到每个人手里。李婶缓过来之后，主动帮小敏分防寒毯，一条一条的披在那些老人身上。她动作很慢，因为她自己还在抖，但她坚持要帮忙。我在院门口清点人数，37个人，老人9个，孩子6个，妇女11人，剩下的都是成年男性，其中有几个是村里常年在外打工的，我连名字都叫不全。物资够用多久？我算了算，压缩饼干按人头1天2块，能吃4天。柴油发电机带净水器的话，油够5天。如果救援5天内到，没问题，但如果超过5天，各位邻居，咱们现在是困在这里的，救援什么时候到，我说不好。但有一条，只要我文远还站在这块水泥橱上，就不会让任何人饿死、冻死。前提是大家守规矩，东西按人分，老人孩子优先。有意见的现在说，有困难也现在说。没人说话。张叔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水，听你指挥，说吧，要干啥？我让张叔管发电机。张叔也是退伍兵，比我早退了20年，在部队时是汽车兵，话不多，但做事稳当。我把发电机的说明书交给他，他翻了一遍，就记住了所有保养要点。我又把净水器交给李婶负责，告诉他这个东西比吃饭还重要，没饭吃能饿3天，没水喝1天都扛不住。李婶点点头，把说明书仔仔细细的叠好，放进了他那个小布包里。我让刘叔管守夜，他年轻时在工地上干过，知道怎么看水泵和柴油机。我又安排了3个年轻人轮流值班，一人4小时，发现水位上涨或者其他情况立刻报告。安排完这些，我站在院子中央，手里拿着账本，一页一页的翻着登记，姓名、年龄、身体状况、到院时间、有无伤情。部队教我的那一套，在退役5年后用上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30万修的不是水泥地，修的是底线。雨下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停了，但水位没降，反而又涨了1截。我用无人机飞了一圈，发现下游的河堤彻底垮了，整条河改道，从前那片麦田现在变成了一片泽国。往西看，通往镇上的公路全部淹在水下，最近的大桥也断了。往东看，邻村的情况更糟，水面到处是漂浮物，隐约能看到几栋房子在水里垮塌。就在我把最后一批老人安顿好，准备派第2趟无人机的时候，远处传来了马达声，不是汽车，是一艘冲锋舟。水面上，一艘崭新的冲锋舟正从西边快速驶来，船头劈开浑浊的水面，溅起大片白色的水花。舟上一共2个人，陈建设掌舵，王二狗站在船头，两人都穿着崭新的橙色救生衣，看上去比院子里所有人加起来都精神。冲锋舟吃水很深，因为舟上堆满了东西，矿泉水、方便面、成捆的急救包，所有的纸箱上都印着同一行字：防汛应急储备。那是村委仓库里的东西，按照上级要求，防汛物资应该在汛期前就分发到每户手里，每户至少1箱水、2箱方便面、1个急救包。但陈建设压着没发，他说等洪水来了再说，免得现在发了大家提前吃掉。现在看来，他没发的原因不是怕大家提前吃掉，而是他准备自己用。冲锋舟在高地外围的防护网前稳稳停住，陈建设关掉引擎，仰起头，隔着防护网打量了一下满院子的人。他的目光扫过那些挤坐在防潮垫上的老人孩子，没有一丝愧疚，反而像在清点库存。文远，开门！以村委会的名义，我宣布征用你这块地作为临时安置点，你把物资集中登记，交给我统一分配。院子里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李婶抱着孙子收紧了手臂，张叔放下扳手，站起来，把胳膊抱在胸前。刘叔往地上啐了一口，那些纸箱上的红字他看得一清二楚，那是他儿子走之前交了钱，该领到的应急物资。陈建设当时说过2天统一发，2天过去了，物资到了陈建设的冲锋舟上。我手里拿着强光手电，走到防护网内侧，手电光柱直直打在陈建设脸上。征用，拿文件来。你说什么？我说拿文件来，没有文件就不是征用，是私人领地，想进来凭自愿。文远，你别不识好歹！我不识好歹。陈建设，你舟上那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那是村里应急储备。对，应急储备。应急储备是让你发给村民的，什么时候发？洪水来了发。现在洪水来了，你发了吗？你没有，你把东西装在冲锋舟上，绕过所有被困的邻居，直接开到这儿来，想在我这里搞统一分配。你分配什么？你连1根方便面都没给过他们。那箱矿泉水
是我们家交过钱的。你说过2天发，过了半个月了，水呢？陈建设没看他，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你想干什么？我侧过身，让出身后的院子。小敏挂起的应急灯把橙色地面照得发亮，物资整齐，码放在防水布下。柴油发电机在嗡嗡的低声运转。所有被救上来的村民都坐在院子里，他们都在看着陈建设。想上来，可以。2个条件：第一，那些应急物资留下，矿泉水、方便面、急救包，全部归全体村民，那本来就是他们的。第二，你俩一人5000，扫码进门。5000？文远，你疯了！你这是趁火打劫！各位邻居，今天咱们聚在这块水泥地上，不是我叫你们来的，是水把你们冲到这儿来的。我把门打开，把你们一个接一个接上来，没收过谁1分钱。因为你们是我乡邻，咱们一个村住了几10年，红白喜事互相帮过忙，地头的田埂挨着，孩子在一个学校念书。不管以前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在洪水面前，咱们是自家人，但他们俩，一个把全村人的救命物资装在自己船上当私产，一个勾结外人坑害同乡，把我一家踢出拆迁名单，就因为我不肯把果园贱卖给赵百万。陈建设的脸在手电光里白得像纸。这扇门给邻居敞开，不给蛀虫白进。我把手电关了，橙色的水泥地在阴天的光线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所有人都沉默着，寂静中只有水拍打防护网的声音。规矩就这样，东西留下，你俩交钱，不进。你们有冲锋舟，哪儿都能去。赵百万那边水更深，也许能收留你们。陈建设站在冲锋舟上，但已经不是刚才那个趾高气扬的村长了。环顾四周，水面无边无际，水位还在缓慢上涨，断枝和垃圾不断撞上冲锋舟，发出闷响。天又开始暗了，西北方向有乌云翻滚，第2轮暴雨随时就到。冲锋舟没有顶棚，没有防寒物资，油表指针贴了红线，剩下的油只够跑10几公里。而这方圆几10里内，除了我这片橙色高地，没有任何露出水面的东西。陈建设也意识到这一点，他的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他在找一个能替他说话的人，找一个能让他搭台阶的人，但他没找到。所有人在他看过来的时候都避开了目光，不是害怕，是不屑。李婶低着头哄孙子，张叔把脸别过去看发电机，刘叔直接把后背转向他。没有人破口大骂，但比骂更可怕的是无视。王二狗先撑不住了，他凑近陈建设，压低了声音：哥，油快没了，赵百万那边电话还是打不通，咱们先上去再说吧。陈建设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雨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雨点打在手机屏幕上，水珠乱滚。他用袖子擦了3次屏，才把2维码扫出来。爆仗的声音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响亮，像2块石头砸进了水面。有些村民低下头偷偷笑了。张叔的声音不大不小的飘过来，这声音比唱戏好听。我把手机收好，对着满院子的人宣布接下来的规矩。各位，这些物资，矿泉水和方便面，是大家交过钱应该分到的东西。我现在把它还给大家。从现在起，所有物资归公，按人分配，不分贫富，不分男女老少，老人孩子优先。陈建设和王二狗跟大家一样，按标准领配额，不多不少。第二，他们住院子最外边那个角落，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进主屋，不准靠近物资堆放区，不干涉大家的正常生活。第三，全程录像，谁坏了规矩，不商量，直接请回水里。没有人反对，没有人说话，所有人只是安静的齐刷刷的朝西南角看去。那片角落没有遮雨布，没有灯，水泥地面光秃秃的，连个防潮垫都没有。陈建设和王二狗站在那里，像2根被遗忘的电线杆。洪水的第3天，天终于放晴了，太阳从云层里露出来，把灰蒙蒙的水面照出一片刺眼的白光。晚上的时候，张叔来找我：文远，你之前在部队干到啥？班长，工程兵。怪不得，你这院子修的不是给人住的，是给命住的。张叔，你也在部队待过，你知道我最怕什么？什么？我最怕的不是洪水，我最怕的是人没了秩序之后的样子。不会的，有你在，不会的。我没接话，因为我知道
真正的考验还没来。第3天下午，无人机拍到2艘冲锋舟正从西边驶来，舟上装满了纸箱，每艘船上2个人。前面那艘站着一个穿橙色救生衣的胖子，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棒球帽。即使隔着图传画面，我也认出了他的身形。隔壁村的赵百万，那个2年前拎着果篮来我家被我爸撵出去的赵总。他的冲锋舟吃水比我见过的任何一艘都深，纸箱堆得冒了尖，用塑料布盖着，但边角露出来的标签看得清清楚楚。矿泉水、桶装面、蜡烛、打火机，甚至还有几条名贵香烟，用防水袋封得严严实实。他在趁灾发财，而且是早就准备好了。2艘冲锋舟泊在防护网外10米处，赵百万摘下棒球帽，露出光溜溜的额头和一张堆满笑意的圆脸。他仰头打量着院墙上的防护网，又看了看院子里整齐有序的景象，老人喝热水，孩子裹毯子，男人们在清点物资，目光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他开口了，声音圆润的像嘴里含着一块糖。文远兄弟是吧？久仰久仰。你这院子修得真结实，一看就是明白人。赵老板大老远划船过来，不会是来夸我家院子好看的？痛快！我就喜欢跟痛快人打交道。直说了，你这位置不错，我想租你这块地，在洪水期间搞个临时物资供应点儿。你放心，不白用，1天1万，水退之前，你净赚几10万。赵老板，你这物资打算卖多少钱？嗨，非常时期稍微加一点运费嘛。矿泉水平时2块，现在运进来成本高，卖个10块8块不过分吧？方便面1桶15，也不算贵吧？赵总，你搞错了一件事，我这儿不是农贸市场，我这儿的规矩，物资归公，按人分配，不分贫富，不收1分钱。你想做生意，换个地方。文远，我把话说白了吧。陈建设之前跟我签过保底协议，他那份经营资质就是你注销的那个，是我在这片水域合法做生意的唯一凭据。现在你把它注销了，我货没法合规出手，损失不小。你把这块地租给我，咱们以前的账一笔勾销，以后在这一片，你文远就是我赵百万的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墙可不好翻。这个人在跟我谈路和墙，在我亲手修起来的混凝土高地上谈翻不过去的墙。赵总，你说完了，那轮到我说。第一，你知道我为什么注销那个资质？因为我不缺钱到这个地步，要靠趁灾发财过日子。第二，你觉得1天1万很多？我铺这层水泥地花了30多万，就是为了不卖命。他嘴角的弧度终于消失了。第三，你刚才说多堵墙，赵总，你撞过墙吗？我这院子里里外外地基1米深，40公分 C60 混凝土，不锈钢防护网带防切割涂层，你的冲锋舟撞得动吗？赵百万的圆脸终于挂不住了，他把棒球帽重新戴上，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然后往后退了2步，朝身后的马仔使了个眼色。2个马仔同时发动冲锋舟，引擎声猛然拔高，螺旋桨搅起的浪花翻涌出大片白沫。院子里的人本能地往后缩，孩子们被母亲护在怀里，老人们从防潮垫上站起来往后退。第1艘冲锋舟对准防护网正门猛冲过来，我没有动。小敏在身后喊了一声远子，我还是没动。冲锋舟的船头撞上防护网那一刻，整个网面剧烈震动，不锈钢网发出低沉的嗡鸣声，像一口被敲响的巨钟。船头撞上来的瞬间，网面以肉眼可见的幅度向后弯曲，然后猛地弹回原位，门没破，网没裂，连明显的变形都没有。我在网内侧焊了12道废钢管斜撑，每一道都从立柱根部斜向支撑到混凝土基础，把冲击力分散到整片地基里。撞上来的不是一张网，是一面嵌在钢筋混凝土里的钢墙，反倒是冲锋舟吃了大亏。螺旋桨在急转弯时打到了网底的横撑钢管，桨叶崩掉了一块，金属碎片弹进水里，船身猛地一歪，一个马仔差点被甩出去，双手死死抓住船舷，脸都吓白了。赵百万的第2艘冲锋舟紧急熄火，他站在船上，死死盯着那道纹丝不动的防护网，眼珠子像是要瞪出来。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对准他，视频录制时间显示27分钟46秒，仍在持续录制中。画面清晰可见赵百万的正脸、冲锋舟的编号、马仔手里的撬棍、撞击防护网的全过程。赵总，这个视频已经同步上传到云端了，你毁不掉。我把手机转过来自己看了一眼，确认画面，然后又举起来。非法截留应急物资，高价倒卖，暴力闯入私人应急救援点，这3条，你找个律师问问，够判几年？
赵百万的脸白了一瞬，然后涨得通红，他的嘴唇翕动着，像是想说什么狠话，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最后他猛地一挥手，2艘冲锋舟掉头朝来路狼狈驶去，引擎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茫茫水面上。洪水第5日清晨，我是被一阵低沉的轰鸣声吵醒的。那种声音跟洪水不一样，是一种均匀的、有节奏的、由远及近的机械轰鸣。螺旋桨。我跑到院子里，仰起头往天上看，东边的云层被初升的太阳烧成橘红色，云层之下2个黑点正在快速靠近，黑点越来越大，很快就能看清轮廓，是2架直升机，机身涂着醒目的橙色救援标识，机腹下挂着吊索和物资箱。螺旋桨搅起的风把水面压出大片涟漪，站在院子里都能感觉到那股灼热的气流。一架直升机在我院子上空悬停，舱门打开，一个穿橙色救援服的人探出半个身子，对着下面竖起大拇指。我举起卫星电话，应急管理，私人应急救援备案编号 BH20240037，工业城地面标识，停机旁已标定，请核实。收到，收到。现应急救援中心确认坐标，备案人文远。我们是昨天夜里才拿到你备案信息的，不然早就来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高地现有人员41人，37名被救村民，加上我一家4口，老人9个，孩子6个。无重伤员，物资可再支撑48小时，人员名册和物资清单已备好。收到，干得漂亮！我们先放物资，然后分批撤离。今年1夜，老人孩子先走，你最后一个，你是备案人，我们得跟你对接后续。直升机开始降落，螺旋桨搅起的风压得我睁不开眼，橙色的水泥地被吹得一尘不染。起落架触地的那一刻，我脚下的混凝土稳稳地接住了全部重量，纹丝不动。救援队长从机舱里跳下来，他40来岁，脸上有刀刻一样的皱纹，目光扫过院子上空转了一圈，防护网、净水器棚、物资堆放区、发电机、停机坪标识，然后落在我身上。文远，他伸出手，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劲很大，跟我见过的所有老兵一样。你当过兵？工程兵，退伍5年。这院子你修的？是。他低头看了看脚下那片泛着工业城光泽的水泥地，用脚尖磕了磕 C60混凝土在他脚下发出沉闷而坚实的声音，像在敲一块钢板。又抬头看了看那道带着撞击痕迹的防护网和网底歪斜的钢管斜撑。他什么都没问，但他显然是看懂了。这得多少钱？30来万。30来万，你给全村人修了个避难所？本来是给自己家修的，后来人多了就成了避难所。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撤离开始，按照名册顺序，老人孩子先上直升机。孙婶上飞机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朝我深深鞠了一躬。我赶紧扶起他，把他送上机舱。张叔从发电机旁站起来，拍了拍机器外壳，像在跟一个老战友告别，然后走过来跟我握了握手。刘叔上飞机前把身上仅剩的半包烟塞给我。水退了你来找我，我请你喝酒。悦来饭店摆2桌，不许抢着付钱。我说好。陈建设和王二狗也想上飞机，他们混在最后一批撤离的人群里，低着头往里走。我在机舱门口拦住了他们。等等！救援队长回过头，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视频，画面从赵百万第一声引擎响起开始播放，每一帧都清清楚楚。队长，这个人赵百万，隔壁村，昨天带着马仔开着2艘冲锋艇，装满高价倒卖的应急物资，试图暴力闯入我这里，撞坏了我的防护网。全程录像在这里。这2个人，陈建设，红河村村长，私自截留全村防汛应急取备物资，装在自己的冲锋艇上，跟赵百万合伙倒卖，有物证。舟上的纸箱还在我院子里，上面的编号和应急仓库编号对得上。陈建设的脸在螺旋桨的轰鸣声中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看看队长，又看看我，最后只挤出了3个字：你胡说。胡说不胡说，证据说了算。无人机拍的，全程录像，云端备份，连赵百万当时说1天1万的录音都在。队长接过手机，从头到尾拉了一遍进度条，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看完之后，他把手机揣进自己口袋里，然后对着对讲机低声说了几句。几分钟后，另一架直升机上下来2个人，径直朝陈建设和王二狗走过来。陈建设、王二狗，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陈建设被带上飞机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是一个垂死之人对活着的人的本能嫉妒。他张嘴想说什么，但舱门在他面前合上，隔绝了他的目光。轮到我上飞机的时候，我站在机舱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橙色水泥地，它在清晨的阳光下闪着温润的光泽。
整片高地四周都是汪洋，只有它稳稳地伫立在灰茫茫的水中央，像一枚钉在大地上的橙色印章。防护网还在反光，停机坪上那个白色的 H 干净清晰，净水器的棚子在微风里轻轻晃动。几天前，我站在全村人的嘲笑声里铺下第一车混凝土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块地能救命。现在，它救了41人的命。直升机缓缓升起，我透过舷窗往下看，那片工业城越来越小，但始终清晰。它在灰色的水面上，像一盏不会熄灭的灯。小敏握住了我的手，女儿趴在她腿上睡着了，呼吸均匀，脸上还沾着一点干了的泥巴。远子，回去以后咱们把爸的债还了吧？还，连本带利还。然后给小何交学费。交，让他去城里念书。然后咱们存点钱，带妈出去转转。她一辈子没出过县城。去哪儿？随便，哪儿都行。我把脸贴在舷窗上，玻璃冰凉。直升机正飞过那片曾经是红河村的水面，从高空看下去，水面上零星散落着一些黑点，屋顶、树冠、电线杆顶端，但有一块橙色永远留在了那里，像是在汪洋之中钉下的一枚坐标。飞机一路向东，朝着陆地的方向飞去。那年冬天，新的安置小区交付使用，我家分到了一套3室2厅，坐北朝南，阳台正对着社区中心广场。搬进去那天，小何背着新书包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每推开一扇门就哇！他挑了自己最喜欢的粉色窗帘，在墙上贴满了学校发的奖状。母亲站在阳台上往下看，楼下就是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几个老太太正在打太极拳，动作慢悠悠的。她回头问我：远子，楼下那个活动中心暖气不要钱吧？不要钱，免费的。那行，明天我也去学那个拳。小敏在厨房包饺子，听见这话扑哧笑了。小何趴在茶几上写作业，嘴里叼着棒棒糖，两条腿在沙发上晃来晃去。窗外是新建的安置小区，红色的楼房整整齐齐，楼间空地上种了还没长高的小树苗。在远处是通往县城的公路，路灯已经亮了，在暮色里排成一串暖黄的光。